有一個人打坐了整整30年，每天天還沒亮，他就盘腿坐在蒲團上，數着自己的呼吸，1、2、3、4，一直數到10，再從頭開始。30年，超過1萬個清晨，他以為自己早就把呼吸這件事練到了骨子裡，直到某一個早晨，他忽然停了下來，渾身發冷，因為他終於發現自己這30年可能從第一天起方向就走偏了。他到底錯在哪裡？這30年，他一直以為所謂調息就是把呼吸控制成某一個固定的樣子，吸氣4秒，停一下，呼氣4秒，像一台精密的機器，每一口氣都一模一樣，越標準越好，越規律越高明。可就在那個早晨，他不知為什麼忽然懶得控制了，他只是鬆開全身，靜靜地看着那口氣自己進來，自己出去。然後他發現了一件讓他頭皮發麻的事，他體內那股氣的走向竟然從來没有2次是完全一樣的。今天和昨天不一樣，這一口和上一口不一樣，甚至同一口氣裡吸進去的那一瞬間和呼出來的那一瞬間，身體裡流動的路線都在悄悄地改变。原來氣脈的走向時時刻刻都在变，而真正的調息法根本就不是把呼吸鎖死成某一個節奏，而是去聽，去跟，去找到那個此時此刻身體自己最想要的節奏。今天我们就來好好聊一聊這個被太多人練錯了幾十年的東西——呼吸。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呼吸是我們這一輩子做的最多卻又最不會做的一件事。從你還在母親肚子裡，一直到你離開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刻，你大概要呼吸6億到7億次。它太自然了，自然到我們幾乎一輩子都不會去注意它。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既然我們每分每秒都在呼吸，為什麼古往今來會有那麼多修行人願意花上幾十年的光陰，專門去練習一件他們明明一生下來就會的事？難道呼吸這麼簡單的動作裡，真的藏着什麼我們沒看懂的秘密嗎？更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現代人的呼吸可能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都要糟糕。你不妨現在就觀察一下自己，當你盯着手機，盯着電腦熒幕，眉頭微皺地處理一件麻煩事的時候，你的呼吸是什麼樣的？很多人會發現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覺中屏住了氣，或者只是用胸口淺淺的、快快的喘着短氣。我們長期處在一種隱形的壓力裡，肩膀是聳的，肚子是緊的，呼吸是浮在胸口的。我們很少再用肚子去做一次深長飽滿的呼吸。我們把這台最精密的儀器調成了最粗糙的模式，還渾然不覺。我們以為自己活得好好的，可我們的身體其實一直泡在一種低度的緊張裡，下不來。那麼要解開這個結，我們得先回到源頭，看看古人究竟在這件小事上下了多深的功夫。我們把時間倒回2500多年前，據佛經記載，當年佛陀的兒子羅睺羅出家修行，心思散亂，怎麼也定不下來。佛陀沒有教他什麼高深玄妙的大法，只教了他一件最樸素的事：看好你的呼吸。這個法門梵語叫做安那班那，安那是出息，也就是呼氣；班那是入息，也就是吸氣。合起來就是專注在一呼一吸之間。聽起來是不是平平無奇？可是佛陀卻把這個看呼吸的法門連同另外一個觀身的法門合稱為甘露門。甘露是什麼？在古印度的傳說裡，甘露就是不死之藥。佛陀的意思是，這扇看似最不起眼的小門推開之後，裡面通向的是生死的解脫。佛經裡甚至說，這是三世諸佛入道的出門，也就是說，過去、現在、未來所有覺悟的人，第一步踏進去的都是這同一扇呼吸之門。你看，這就有意思了。最簡單的東西往往藏着最深的東西。一個我們天天都在做的动作，被當成了通往最高智慧的第一級台階。可這究竟是為什麼？呼吸到底特殊在哪裡？憑什麼能擔得起這麼重的分量？答案藏在一個我們很少留意的事實裡。你想想看，你的心跳
你能用意念讓它停下來嗎？不能。你的腸胃蠕動，你的血压高低，你肝臟的工作，你能直接指揮它們嗎？也不能。我們身體裡絕大部分的運轉都是自動的，由那套不受我們意識控制的神經在默默打理，你管不着，也插不上手。可是唯獨呼吸是個例外。呼吸是身體裡極其罕見的，一只腳踩在自動，另一只腳踩在手动的功能。你不去管它，它自己会呼吸。你睡着了，它也照樣呼吸。可一旦你想管，你立刻就能接管它，讓它快一點，慢一点，深一點，淺一點，甚至屏住不呼吸。你發現這意味着什麼了嗎？呼吸是那道唯一的門，是连接我們能控制的世界和不能控制的世界之間那座唯一的橋。它是有意識和无意識交界的地方。古人雖然不懂神經科學，但他們敏銳地摸到了這個秘密。他們發現，你沒辦法直接命令你那顆狂跳的心安靜下來，但你可以通过調整呼吸，繞個彎，悄悄地把那套自動的系統也安撫下來。換句話說，呼吸是我們能抓住的那根通往身體深處的繩子，抓住了它，你就抓住了通往自己內在最深處的鑰匙。難怪所有的修行傳統，無論東方西方，幾乎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這一呼一吸。有意思的是，這份對呼吸的敬畏並不是哪一家獨有的。你只要稍微留心，就會發現全世界的古老文明幾乎都在同一件事上達成了默契，那就是呼吸不只是呼吸，它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精神根本就是一回事。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裡，這口氣就叫做氣，它既是你呼吸的那口氣，也是構成天地萬物、貫穿你全身經脈的那股生命能量。道家修行講究吐納，講究胎息，說白了，核心也都是在這一呼一吸上做文章。而在古印度的瑜伽裡，那股生命能量叫做普拉，那他們有一整套專門的調息術去駕馭它，去用呼吸來導引全身的能量。再往西看，古希臘人用來形容靈魂和精神的那個詞，最早的意思竟然也就是氣息，就是呼吸。古希伯來的傳說裡，神吹一口氣到泥土裡，人就活了。那口氣同樣既是呼吸，也是靈魂。你看，這難道是巧合嗎？相隔萬里，彼此互不相通的幾大文明，竟然不約而同地把呼吸和生命和靈魂和精神畫上了等號。這背後恐怕不是什麼迷信，而是人類在還沒有任何科學儀器的遠古年代，僅僅靠着向內安靜的觀察，就共同觸摸到了一個樸素而深刻的真相。你怎麼呼吸，你就怎麼活着。你的呼吸是粗的、亂的、淺的，你的生命狀態多半也是浮躁的、緊繃的。你的呼吸是細的、勻的、深的，你的生命往往也就跟着沉穩了、安定了。一個人活得好不好，有時候真的就寫在他那一呼一吸的氣息裡。那麼這扇門，這級台階到底該怎麼踏上去？古人留下了一張極其精細的地圖。在中國的天台宗裡，智者大師把這條呼吸修行的路整理成了6個階段，叫做6妙門，分別是數、隨、止、觀、還、靜。我們不用全部搞懂，但前面這2步數和隨，恰恰就是那位打坐30年的人栽跟頭的地方，也是今天我們所有人都該弄明白的關鍵。第一步叫做數息，就是吸一口氣，呼一口氣，心裡默數一個數字，從1數到10，再回到1。為什麼要數？因為我們的心太野了，像一隻關不住的猴子，1秒鐘能跑到108000里之外，給他一個數字抓着，他就沒那麼容易亂跑。這是給初學者的拐杖，目的是先把那顆散亂的心輕輕地拴回到呼吸上來。很多人練數息，睡眠會變好，血壓會下降，連腸胃的老毛病都跟着緩解了。這不是迷信，後面我們會講到它背後實實在在的身體機制。可是數息只是拐杖，
真正的麻煩在於，太多人一輩子都死死抓着這根拐杖不放，他們把數呼吸、控制呼吸當成了目的本身，每一口都要數得清清楚楚，每一口都要憋得整整齊齊，吸氣一定要多少秒，呼氣一定要多少秒，差一點就焦慮，就懊惱，就覺得自己又練壞了。他們把活生生的呼吸硬生生地掰成了一根冰冷的鐵棍，而這恰恰是修行路上最常見也最危險的一個坑。因為六妙門的第二步叫做隨息，隨就是跟隨的隨。到了這一步，你要做的不再是控制呼吸，而是放下控制，只是安安靜靜地跟着呼吸走。氣進來，你知道它進來；氣出去，你知道它出去。它長，你就隨它長；它短，你就隨它短；它深，你就隨它深；它淺，你就隨它淺。你不再是那個發號施令的人，你變成了一個溫柔的旁觀者。從數到隨，看起來只是一小步，可實際上這是修行裡一道極大的分水嶺。它意味着你終於從和呼吸較勁變成了和呼吸合一。那位打坐30年的人，他這30年就一直卡在第一步，從來沒有真正跨進第二步。他一直在數，在控制，在較勁。他以為功夫就是把呼吸管得越來越死，卻不知道真正的功夫是把那雙緊緊抓着呼吸的手一點一點地鬆開。而古人對這件事的洞察還遠不止於此。智者大師在書裡把我們坐下來之後的呼吸狀態分成了4種，他叫他們風、喘、氣、息。這4個字幾乎道盡了調息的全部秘密。我們一個一個來看。第一種叫風。什麼是風？就是你坐下來呼吸的時候，鼻子裡有聲音，呼呼的響，進出都帶着風聲。你剛跑完步，剛和人吵完架，或者剛被嚇了一跳，那種又粗又急又響的呼吸就是風。你想想，一個人氣呼呼地喘着粗氣，他的心可能平靜嗎？第二種叫喘。喘的時候沒有聲音了，但是氣息不通暢，一進一出結結巴巴的，像是被什麼東西堵着，有點上氣不接下氣，悶悶的不順。第三種叫氣。氣比喘又進了一步，沒有聲音，也不堵了，呼吸還算順，可是它還不夠細，還是粗的。你能很明顯地感覺到自己在用力的呼，用力的吸。第4種才是真正的好狀態，叫息。息是什麼樣子？沒有聲音，不堵塞，不粗重，綿綿密密，若有若無。你幾乎感覺不到自己在呼吸，那口氣細得像一縷游絲，柔得像春天的微風，連續不斷，安安靜靜地流動。到了這個份上，身體和心自然就定下來了。風、喘、氣，這前3種都叫做不調，也就是沒調好。只有最後那個息才叫做調，才是調息真正要到的地方。智者大師還說了4句非常要命的話，叫做守風則散，守喘則節，守氣則牢，守息則定。這4句話值得我們每個人刻在心裡。守風則散，你要是抓着那種又粗又響的呼吸去修，心只會越來越散亂。守喘則節，你要是守着那種堵塞不通的呼吸，心只會越來越鬱結。守氣則牢，你要是抱着那種還在用力的粗呼吸去練，身心只會越來越疲勞。只有最後一句守息則定，當你的呼吸變得那樣細，那樣柔，那樣若有若無的時候，心才能真正的安定下來。你發现了嗎？這裡面藏着一個天大的誤會。我們大多數人，包括那位打坐30年的人，一上來就拼命去守，去控制，去用力。可古人告訴你，你越是用力的去控制呼吸，你守住的恰恰是那個粗的、牢的、結的、散的壞狀態。真正的息，那個最好的狀態是控制不出來的，它只能等，只能養，只能在你徹底放鬆、徹底不較勁之後，自己慢慢地浮現出來。這是不是很反直覺？我們從小被教育，想要什麼就得努力去爭取、去掌控。可在呼吸這件事上，
越掌控越糟糕。你越想讓它平靜，它越平靜不下來。你只有鬆手，只有信任，只有像对待一個熟睡的嬰兒一樣，輕輕的、靜靜的陪着它，那個最深最美的呼吸才會自己降臨。好，講到這裡，可能有人會說，這些都是老祖宗的玄學，現代科學怎麼看？這就是最讓人震撼的地方了。當現代的科學家拿着最先進的儀器，一頭扎進大腦、心臟和血液的深處時，他們發現的東西竟然和2000多年前那些盤腿打坐的人說的幾乎一模一樣。我們先說一個顛覆認知的東西，一說到深呼吸，幾乎所有人的第一反應都是用力的、大口的把空氣吸到最飽，仿佛吸進去的氧氣越多越好。可科學告訴我們，這個想法大錯特錯。很多人不知道，二氧化碳，那個我們以為是廢氣，要趕緊排出去的東西，其實在身體裡扮演着一個極其關鍵的角色。它是一把鑰匙，血液裡的紅血球帶着氧氣到處跑，可是它要把氧氣真正卸貨，交到你的肌肉、你的大腦、你的器官手裡，靠的恰恰是血液中要有足夠濃度的二氧化碳來幫忙開鎖。這在科學上叫做波爾效應。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如果你大口大口的猛吸猛吐，呼吸又快又深，你會把體內的二氧化碳排得太多太快。二氧化碳一少，那把開鎖的鑰匙就不夠用了。於是你血液裡明明氧氣很充足，卻沒辦法把它送進細胞裡去。結果就是，你越是拼命大口呼吸，你的大腦反而越缺氧。這就是為什麼有些人一緊張，就會不由自主地呼吸急促，越喘越快，最後反而頭暈眼花，手腳發麻，甚至差點昏過去。這在醫學上叫過度換氣，它的根子就是呼吸太多、太猛了。你看，這是不是又一次印證了古人真正好的呼吸不是吸得多，而是吸得少、吸得慢、吸得細。那個若有若無的吸，看起來气息那麼微弱，可它恰恰維持了體內氧氣和二氧化碳之間最完美的平衡。古人追求的綿綿密密，竟然不偏不倚，正好踩在了現代生理學最精妙的那條線上。少才是多，慢才是深，這4個字足夠我們咀嚼很久。說完了氣本身，我們再說一件同樣被忽略的事。你到底是用鼻子呼吸還是用嘴巴呼吸？你可能覺得這有什麼區別？不都是把空氣弄進肺裡嗎？區別大着呢。鼻子是身體為呼吸量身打造的一套精密裝置，空氣從鼻腔進來，會被加溫、加濕，過濾掉灰塵和雜質，等到了肺裡，已經是溫潤潔淨的好氣了。更神奇的是，我們的鼻窦會不停地制造一種叫做一氧化氮的微量氣體。別看它量少，作用卻大得驚人。它能幫忙擴張血管，放鬆呼吸道的肌肉，還能殺滅入侵的細菌和病毒。有研究發現，用鼻子呼吸，僅僅是把這些一氧化氮一起帶進肺裡，就能讓血液吸收氧氣的效率提高大約20%。可是你用嘴巴呼吸呢？冷空氣、髒空氣未經處理就直接灌進喉嚨和肺裡，那些寶貴的一氧化氮也享受不到了。長期用嘴呼吸不僅容易感染，還會讓人睡不好，白天無精打采。所以你看，幾乎所有的呼吸修行法門，從佛家的安那班那到瑜伽的各種調息，都異口同聲地強調要用鼻子輕輕的、安靜的呼吸。把嘴巴閉上，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動作，本身就是調息的第一步。好，氣的質量、呼吸的通道都說清楚了。現在我們來說最核心的，藏在大腦和心臟裡的那把鑰匙。我們先說大腦。大約30多年前，美國一所大學的科學家在動物的腦幹深處發現了一個非常小的區域，這個小小的角落裡塞着大約3000個神經元。別看它小，它的作用大得驚人。科學家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做呼吸節律器。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你身體裡的一個鼓手，
你這一輩子所有不需要你操心的呼吸，每一次吸氣，每一次呼气，甚至你睡着之後的每一聲嘆息，都是這個小小的鼓手在那裡不停地打着節拍。正因為有它，你睡死過去也不會忘記呼吸，你昏迷不醒，身體也還在喘氣。它就是我們生命最底層的那個節奏。光是這樣還不算最神奇的，真正讓科學家瞠目結舌的是後面的發現。在更深入的研究裡，科學家发现，在这個呼吸鼓手的旁邊藏着另外一小撮神經元。這一小撮細胞幹的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它們像一個警報器，專門盯着你的呼吸。一旦你的呼吸變快、變急、變亂，它們立刻就會向大腦的另一個區域拉響警報，告訴整個大腦不好了，出事了，緊張起來。你品一品，這意味着什麼？我們一直以為是因為我們先緊張了，所以才呼吸急促。可科學家發現，這條路是雙向的，反過來也成立。當你的呼吸變得又快又亂的時候，光是這個呼吸的動作本身就會直接觸發大腦的焦慮警報，讓你莫名其妙的心慌意亂。換句話說，急促的呼吸本身就是一種焦慮，它會制造焦慮。這就解釋了我們前面說的現代人困境。當你整天淺淺的、快快的用胸口喘氣，你其實是在不停的給自己的大腦發送緊張的信號，難怪總覺得莫名其妙的心浮氣躁。那麼，怎麼把這個警報器關掉呢？答案簡單，得讓人想哭，慢下來。當你有意識地把呼吸放慢、放深、放柔的時候，這個警報器就會安靜下來，它不再向大腦發送緊張的信號。於是，那個讓你越來越慌的惡性循環就被你親手切斷了。你看，這不就是智者大師說的手風則散嗎？又粗又急又亂的風一樣的呼吸會讓心散亂，會拉響焦慮的警報，而那綿綿密密的吸會讓心安定，會讓警報沉默。古人沒有腦科學儀器，他們只是靠着一代又一代人安安靜靜地坐在那裡向內觀察，就摸到了這條藏在腦幹最深處的規律。這難道不令人肅然起敬嗎？說到這裡，我們不妨換一個角度來看一件你一定經歷過卻從來沒細想過的事。你的每一種情緒其實都有它自己專屬的呼吸。你回憶一下，當你勃然大怒的時候，你的呼吸是不是又急又重，幾乎要從鼻子裡噴出火來？當你驚恐害怕的時候，你是不是會猛地倒抽一口涼氣，然後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連大氣都不敢出？當你傷心哭泣的時候，你的呼吸是不是一抽一抽的，斷斷續續，怎麼也沒辦法連貫？而當你真正放鬆，心滿意足地靠在那裡的時候，你的呼吸是不是又深又長，又勻又緩，連你自己都快要忘了它的存在？這說明什麼？說明呼吸是我們內心狀態的一面鏡子，心裡有什麼，呼吸上立刻就照出什麼，半點也騙不了人。可古人比這還要更進一步，他們發現這面鏡子竟然是可以反過來用的。既然憤怒會帶來急促的呼吸，那麼反過來，如果你能在怒火升起的那一刻刻意地把呼吸放慢、放柔，那股火氣往往也就跟着泄了一半。既然恐懼會讓你屏息，那麼反過來，當你能重新開始深長的呼吸，那份恐懼也就跟着鬆動了。這就是為什麼調息在古人那裡從來就不只是調身，更是調心。你調的是那口氣，鬆開的卻是你內心那個一直解不開的結。一呼一吸之間，你不只是在管理你的肺，你是在悄悄地重新校準你的整個身心。所以，當你坐下來，靜靜地看着自己呼吸的時候，你其實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你是在用那把唯一能同時夠到身和心的鑰匙，去輕輕地安撫那個藏在你最深處的焦躁不安的自己。這才是調息真正的厲害之處。說完大腦，我們再來說心臟，這裡藏着今天最關鍵的一把鑰匙。你也許不知道，你的心跳
其實一直在隨着你的呼吸偷偷的變化。當你吸氣的時候，心跳會悄悄地加快一點點；當你呼氣的時候，心跳又會悄悄地放慢一點點。這個現象在醫學上有個專門的名字，但我們不用記那些術語，你只需要記住，一個健康的身體，心跳本來就應該跟着呼吸，一吸一呼的起起伏伏，像海浪一樣。這個心跳忽快忽慢的起伏幅度，科學家把它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健康指標。這個指標越高，說明什麼？說明你身體裡那條最重要的放鬆神經迷走神經工作得越好。這條神經是我們身體裡負責踩剎車的。我們的神經系統有2套，一套是油門，遇到危險就讓你心跳飆升，全身緊繃，準備戰鬥或者逃跑；另一套是剎車，讓你平靜下來，安心的休息和消化。這條迷走神經就是那個剎車系統裡最粗最長的主力，它的力量越強，你就越能在壓力過後迅速的讓自己平靜下来。它強，你的情緒就穩，記憶力就好，注意力就集中，連血糖控制和身體的發炎反應都跟着变好。那麼怎麼才能鍛鍊這條剎車神經，讓這個健康指標升上去呢？科學家做了大量的實驗，最後發現了一個近乎神奇的數字。當一個人把呼吸放慢到每分鐘大約6次的時候，這個心跳起伏的幅度會達到最大。每分鐘6次，這是什麼概念？算下來差不多就是吸氣5秒，呼氣5秒，一呼一吸加起來10秒，比我們平時那種1分鐘10幾20次的呼吸慢了一大截。可偏偏就是在這個慢悠悠的節奏上，奇蹟發生了。你身體裡那2套讓心跳變化的機制會在這個頻率上神奇的對齊，共振疊加，把心跳的起伏推到最大，把那條放鬆神經的力量催到最強。科學家給這個神奇的頻率起了個名字，叫做共振頻率。聽到這裡，是不是有人已經摩拳擦掌，準備從今天起雷打不動，嚴格按照每分鐘6次來呼吸了？吸氣5秒，呼氣5秒，1秒都不能差，練它個3年5載。如果你真這麼想，那你就又掉進了那位打坐30年的人掉過的同一個坑裡。因為科學最精彩，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筆，恰恰在這裡。科學家在進一步的研究中發現，這個讓你身心共振的最佳頻率，並不是一個對所有人都通用的死數字，它是因人而異的。有的人最佳頻率是每分鐘6次，有的人是5次半，有的人是5次，還有的人可能要慢到4次半，或者快到6次半，他的身體才會進入那個最美妙的共振狀態。每一個人的身體都有一個只屬於他自己的呼吸頻率。不僅如此，更要命的是，就算是同一個人，這個頻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你今天的狀態，你此刻的情緒，你坐着還是躺着，你剛吃完飯還是空着肚子，你是健康還是有點感冒，甚至你是在炎熱的夏天還是寒冷的冬天，都会讓你身體那個最舒服的呼吸節奏發生微妙的偏移。你聽出來了嗎？這不就是那位老人在那個清晨悟到的東西嗎？氣脈的走向時時刻刻都在變，你身體最需要的那個呼吸節奏，這一刻和下一刻，今天和明天根本就不是同一個。如果你死死地抱着每分鐘6次这個數字不放，把它當成唯一的真理，那麼在你身體其實需要每分鐘5次的那個時刻，你反而是在拼命地對抗你自己。你以為你在調息，其實你在跟自己的身體較勁。2000多年前的古人說，真正的呼吸要綿綿密密，若有若無，要去跟隨它，而不是控制它。現代的科學家說，最佳的呼吸頻率因人而異，因时而变，你得去找到并順應你身體當下的共振。你看，這2句話隔着2000多年的時光，說的竟然是同一件事。真正的調息法從來就不是一個寫死的公式，而是一種活的、動態的，需要你時時刻刻去感受、去校準、去跟隨的能力。這裡還有一個很多人忽略的細節，同樣是慢呼吸，不同的節奏
其實是給身體下不同的指令。比如有一種很流行的呼吸法，吸氣4秒，屏息7秒，再緩緩呼氣8秒，呼氣拉得特別長。這種偏向長長呼氣的節奏，特別能安撫神經，幫助一個人放鬆下來，安然入睡。而另一種被很多人用來提神聚焦的方法，吸氣，屏息，呼氣，屏息，每一段都一樣長，像一個方方正正的盒子。這種匀稱的節奏又能幫人收攝心神，保持清醒的專注。你看，想睡覺和想專注需要的根本不是同一個節奏，連目的不同，最合適的呼吸都不一樣，更何況是千差萬別的每一個人，每一個當下呢？這世上從來就沒有一個放之四海皆準的標準呼吸。那位老人想通了，所謂真正的調息法，在這個呼吸節奏，這個節奏指的根本不是某一個固定的秒數，而是那個此時此刻能讓你整個身體都鬆下來，都靜下來，都和諧共振的節奏。而那個節奏，你只能靠去感受它，去傾聽它，永遠也沒辦法靠去規定它。說到這裡，我們必須得停下來，認認真真地說一說，那條因為不懂這個道理而走錯了路的人會掉進什麼樣的深淵。這在傳統裡有個讓人聞之色變的詞，叫做走火入魔。很多人以為走火入魔是武俠小說裡瞎編的，其實不然。在真實的修行裡，它指的是2類非常具體的麻煩。一類是身體上的，古人叫走火。怎麼走的？就是有些人練功心太急，太想出成果，太想打通什麼脈，於是就用自己的意念死死地守住身體的某一個部位，比如肚臍下面那個地方，使勁地往那裡引導所謂的氣，硬要它發熱，硬要它衝關。心一急，方法一偏，氣血就可能逆着亂跑，輕的胸悶頭痛，渾身難受，重的真的会傷到身體裡那些極其精微的神經，甚至出現吐血、半身不遂這種可怕的後果。你看這毛病的根子在哪裡？就在一個字，逼。逼着呼吸，逼着氣，逼着身體，按照你腦子裡想象的那個樣子去走。這恰恰就是智者大師警告的，守那個粗的、急的、用力的狀態，越守越糟。一位研究這個領域的國學前輩也說過，最常見的走火入魔，就是打坐的時候，把注意力過度的集中，弄得精神高度緊張，再加上自以為氣脈已經通了，配上各種胡思亂想，結果搞得呼吸失調，心思紊亂，行為越來越不對勁。另一類麻煩是心理上的，古人叫入魔，這個更隱蔽。有些人打坐不是為了讓自己平靜，而是憋着一股勁，想得到什麼神通，想看到什麼神佛，想擁有什麼別人沒有的特異能力。這種心一起，麻煩就來了。因為當你的內心極度渴望某樣東西，而你又還沒到那個層次的時候，你的大腦會貼心地給你變出一場幻覺，讓你誤以為自己真的看到了，真的得到了，然後你就越陷越深，越信越真，最後活在一個自己編織的幻境裡，脫離了現實。佛經裡早就把這種情況看得透透的，說無論你在打坐時看到什麼，聽到什麼，感覺到什麼，哪怕是真的，你也要把它当成幻覺來處理，不執着，不當真，這樣那些境界自然就散了，傷害不到你。你一旦把它當成什麼了不得的聖境，死死抓住，那你離着魔也就不遠了。而且這不光是古人的擔憂，就連現代用最嚴格的科學方法去研究打坐冥想的人，也發現了類似的問題。有研究綜合分析了幾千人的數據，發現靜坐冥想這件事並不是对所有人都100%安全的。確實有一小部分人在練習之後出現了焦慮、憂鬱，甚至幻覺，或者和現實短暫脫節的情況。尤其是那些本身就受過心理創傷的人，方法不对，反而可能讓傷口被重新撕開。所以你看，無論是2000年前的佛經，還是今天的實驗室，都在向我們發出同一個提醒：呼吸和打坐這件事，方向錯了，用力過猛了，是會出問題的。它不是那種有病治病、沒病強身，
怎麼練都不會錯的萬靈丹。那麼，把這些坑都認清之後，那條真正安全又真正有效的路到底長什麼樣？說穿了，其實就回到了我們前面講的那2個字：隨息。不是逼，是隨；不是控制，是跟隨；不是把呼吸掰成你想要的形狀，而是溫柔的、耐心的陪着它一點一點的從那個粗的風、喘、氣，自己慢慢的沉澱、安靜、細化，最後變成那個綿綿密密、若有若無的息。在這個過程裡，呼吸會自己變長，自己變慢，自己變得越來越深，越來越柔。你不用去逼它，你越鬆，它越深；你越靜，它越細。到了最深處，古人甚至有一個美得不可思議的形容，叫做胎息，也叫龜息。什麼意思？就是說，那口氣細到了極點，慢到了極點，安靜到了極點，幾乎就像回到了母親肚子裡那個還沒有用鼻子呼吸的胎兒，又像是冬眠的烏龜，一口氣可以悠悠長長的拖得很久很久。那是一種身心極度寧靜時才会出現的境界。關於這個龜息，古人還留下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觀察。你有沒有注意過，在自然界裡，那些呼吸又快又急的小動物，比如老鼠，比如兔子，往往壽命都很短；而那些呼吸又慢又長的家伙，比如烏龜，比如大象，卻常常能活上很久很久。烏龜能活上100歲，它的呼吸慢得驚人。古人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把那種修到極致、細慢悠長的呼吸叫做龜息。他們相信，一個人這一生的元氣，就像一盞燈裡的油，是有定數的。你呼吸越粗越急，這盞燈就燒得越旺，油也耗得越快；你呼吸越細越慢，這盞燈就燃得越省，光也就亮得越久。這個說法未必能當成嚴格的科學定律，可它背後那份道理卻讓人不得不深思。一個整天心浮氣躁、呼吸短促的人，和一個內心安定、呼吸綿長的人，他們的身體日復一日承受的損耗恐怕真的不一樣。當你把呼吸慢下來的時候，你的心跳跟着緩了，你的血壓跟着降了，你那套一直緊繃着準備戰鬥的神經也終於得到了難得的休息。你等於是在給你這台日夜不停運轉的機器按下了一個寶貴的喘息鍵。日積月累，這份從容裡省下的或許就是你的健康，你的安寧。那這條路落到我們普通人每天的生活裡，到底該怎麼做呢？其實一點都不複雜。首先，找一个你能安靜待着的地方，坐下來或者躺下來都行，把身上太緊的衣服、太緊的腰帶都鬆一鬆。古人特意提醒過，打坐最好穿寬鬆的褲子，腰帶別勒太緊，不然坐久了容易胸悶氣短。然後把嘴巴輕輕閉上，只用鼻子呼吸。記住我們前面說的，鼻子才是身體為呼吸準備的那扇正門。接着別用胸口去呼吸，改用肚子。吸氣的時候，讓肚子像氣球一樣自然的慢慢的鼓起來。呼氣的時候，讓肚子自然的瘪下去。注意，是讓它自然的鼓和瘪，不是你使勁去推它，去頂它。整個過程輕輕鬆鬆，順其自然。再接着，把你的呼吸慢慢的放慢、放長。你可以先試試，吸氣的時候，在心裡默默的數；呼氣的時候，把它拉得比吸氣稍微長那麼一點點。為什麼呼氣要長一點？因為科學發現，緩慢的、長長的呼氣，正好能更好地喚醒我們前面說的那條放鬆的剎車神經，讓身體更快地沉靜下來。你不需要追求什麼精確的秒數，大方向就是吸氣不慌不忙，呼氣綿長柔和。記住那個顛覆認知的道理，少吸一點，慢吸一點，反而更好。千萬別大口猛吸，把自己搞得頭暈。最關鍵的一步，也是那位打坐30年的人用了整整30年才換來的領悟。來了，在你慢下來之後，不要去死守某一個固定的節奏，你要做的是把注意力輕輕地放回到身體的感覺上，
去找那個讓你整個人從頭到腳都感覺最鬆、最舒服、最安穩的那個呼吸的快慢。當你找到它的時候，你會有一種說不出的順暢感，好像身體和呼吸終於對上了拍子，咬合在了一起。那一刻，你甚至能感覺到一種淡淡的從身體深處湧上來的愉悅。而且記住這個最舒服的節奏，今天是這個，明天可能就變了。坐下5分鐘是這個，再過10分鐘可能又變了。所以你要做的不是找到一次就一劳永逸，而是每一次坐下來都重新去聽，重新去找，重新去跟隨。因為氣脈的走向时时刻刻都在变，你身體當下需要的那口氣永遠是新鮮的。也許有人會着急地問，可是我一坐下來，腦子裡就胡思亂想，根本停不下來，這該怎麼辦？這恰恰是初學者最大的一個誤會。很多人以為打坐調息就是要逼自己一個念頭都不能有，腦子裡必須一片空白。於是他們和自己的念頭死磕，一個念頭冒出來就拼命去壓去趕，結果越壓越多，越趕越亂，最後弄得身心俱疲，覺得自己根本就不是這塊料。可真相是，念頭來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連修行了幾十年的人，念頭也照樣會来。真正的功夫不在於不起念頭，而在於念頭起來的那一刻，你能不能不被它牽着鼻子走，只是輕輕地把注意力再一次放回到呼吸上來。念頭來了100次，你就溫柔的不帶任何責怪地把心牽回來100次，就這麼簡單。這個一次又一次牽回來的過程本身就是最好的修行。你不是在對抗，你是在練習回家。而這一切的奇妙，你只要真正坐下來完整的體會一次，就全明白了。剛坐下的頭幾分鐘，你的呼吸往往還是那個風，那個喘，又粗又亂，腦子裡也鬧哄哄的。可只要你不着急，只是耐心的輕輕地看着它，跟着它，慢慢的你會感觉到那口氣自己变了，它不知不覺地沉了下去，從胸口一直沉到了小腹，它不知不覺地慢了下來，長了起來。原先那種要用力呼用力吸的感覺淡了，消失了。到後來你幾乎感覺不到自己在呼吸了，只剩下那一絲若有若無的氣息在身體裡安安靜靜地進出。就在那一刻，你會發現你腦子裡那些吵鬧的念頭竟然也跟着那口氣一起安靜了下來。身和心在那一刻第一次真正的在一起了。這就是守息則定這4個字活生生的發生在你自己身上的樣子。這就是真正的調息法。它不是一道刻在石头上的公式，而是一场你和你自己身体之間永不停歇的溫柔的對話。說到這裡，可能有人會擔心，自己工作那麼忙，家裡那麼多事，哪有時間天天盤腿打坐呢？這恰恰是另一個美麗的誤會。調息這件事其實根本不需要你正襟危坐焚香打坐，它真正的妙處恰恰在於它可以融進你生活的每一個縫隙裡。當你被堵在路上，心裡那股火蹭蹭往上冒的時候，你不需要做別的，只需要把嘴巴閉上，用鼻子深深的慢慢的吸一口氣，再长长的柔柔的把它呼出去。就这樣3、5口，你會發現那股火好像沒那麼旺了。當你即將走進一個讓你緊張的場合，要去見一個讓你害怕的人，要去做一件你沒把握的事，在推開那扇門之前，先停下來，給自己幾個又慢又深的呼吸，讓那條放鬆的神經先工作起來，讓那個焦慮的警報先安靜下來。你會帶着一顆更穩的心走進去。還有那些夜深人靜翻來覆去睡不着的時候，你越是逼自己快點睡，就越是清醒。這時候別再跟自己較勁了，把注意力輕輕地放回到呼吸上，不去想明天的事，不去算還能睡幾個小時，只是跟着那一進一出的氣息，讓呼氣比吸氣
再長那麼一點點，不知不覺間，你那台一直高速運轉、停不下來的大腦，就會跟着呼吸，慢慢的鬆開、沉下去。你看，這把鑰匙從來就不是高僧大德的專利，它就握在我們每一個普通人的手裡，在我們每一個慌亂、疲憊、睡不着的尋常時刻，隨時都能拿出來用。你發現了嗎？我們繞了這麼大一個圈子，從佛陀交給兒子的那扇甘露門，到天台宗的六妙門，到風喘氣息的4種狀態，從二氧化碳那把開鎖的鑰匙，到鼻腔裡那縷神奇的氣體，再到腦幹裡那個小小的呼吸鼓手，到心臟和呼吸的共振，最後我們得到的竟然是一個如此樸素、如此謙卑的結論。真正的高明不是控制得有多狠，而是放手放得有多徹底。真正的功夫不是把呼吸練得多麼整齊劃一，而是學會傾聽，學會跟隨，學會信任你身體本來就有的那份智慧。那位打坐30年的人，他用了30年才明白，他要找的東西從來就不在某一個固定的呼吸方法裡，不在某一個神奇的秒數裡，不在任何一個寫死的公式裡。他要找的一直就在他自己的一呼一吸之間，在那個時時刻刻都在变化，卻又時時刻刻都在那裡的活生生的氣息裡。那麼，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他卻要花上整整30年才悟到呢？因為這世上最難的事，恰恰不是努力，而是停止努力。我們這一生被反反复复地教導了太多的去爭取、去掌控、去做得更多、更快、更用力。可呼吸這件事，偏偏要我們反過來去鬆開、去信任、去做得更少。它要我們親手放下那個一直緊抓着不放的自己。這個彎太難轉了，轉這個彎有時候真的需要花上半輩子。那位老人不是笨，他只是和我們所有人一樣，太習慣於用力，太習慣於掌控，以至於忘了這世上有些最珍貴的東西，恰恰是要你先鬆開手才接得住的。他用30年的死磕換來的不過是最後那一個輕輕的鬆手的動作。可你別小看這一鬆手，多少人練了一輩子，到老都沒能真正鬆開過。而最妙的是什麼？這扇門，這把鑰匙，我們每一個人從生下來的第一口氣開始，就一直握在手裡，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追求了一輩子向外的東西，財富、名聲、掌控，答案卻很少。回過頭來看一眼這個離我們最近、陪我們最久、也最忠誠的呼吸，它一直在那裡不快不慢地等着我們有一天能停下來，鬆開手，靜靜地聽它一句。所以看完今天這個故事，也許我們不必去羨慕那些打坐了幾十年的人，也不必去追求什麼玄之又玄的境界。我們只需要在今天某一個疲憊的時刻，找一個安靜的角落坐下來，鬆開肩膀，鬆開眉頭，鬆開那顆一直緊繃着的心，然後把那雙緊緊抓着生活的手，輕輕地在呼吸上鬆開那麼一點點，去吸一口氣，慢慢的用鼻子柔柔的再呼一口氣，更慢的，更長的，然後靜靜的去感受身體當下最想要的那個節奏。也許就在那一刻，我們也会像那位老人一樣，忽然懂得，原來我們苦苦尋找的平靜從來不在遠方，它就藏在我們下一口那綿綿密密、若有若無的呼吸裡，而那一口氣永遠是新的。